如果你关注金融市场，你一定注意到最近的大新闻，黄金价格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飙升，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很多人都在问，这波行情还能持续多久？现在是该见好就收，还是加码下注呢？今天我们就来一次深度的解释，逐页逐图分析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份权威报告，黄金市场评论和黄金 ETF 评论。无论您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刚开始关注黄金投资的朋友，这期视频都将为您提供一个当前黄金市场最完整、最全面的图景。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份报告，黄金市场评论。报告的开篇就直击要害，新高，但还有更多的上涨空间吗？数据显示，黄金在9月份收于每盎司3825美元，年内涨幅高达 47%， 这是自1979年以来最强劲的年度回报，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表现。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金价如此疯狂的上涨呢？报告的第一页图表1给出了我们的答案。这张图表标题是政治紧张、美元疲软和大量投资将黄金再次推向新高。对于新手朋友来说，这张图可能看起来有点复杂，但别担心，我给大家一一拆解一下。这是一个黄金回报归因模型，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分析师，告诉我们每个月的金价的涨跌分别是哪些因素贡献的。我们来看图例，不同的颜色的柱状代表了不同的驱动力，比如深蓝色经济扩张，浅蓝色风险与不确定性，紫色的机会成本，还有橙色的动能。现在请把目光转移到图表的最右侧，代表9月份的柱子，可以看到这根总回报的柱子非常高，是正值，其中贡献最大的是2块浅蓝色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和深紫色的机会成本外汇部分。这清晰地表明，持续政治紧张局势和美元的疲软是9月份金价上升的最主要推手。报告中也提到，唯一拖累来自一些获利了结盘，这在模型中体现为橙色的动能部分，是一个小小的负值。接下来我们翻到第2页，这里有3张非常重要的图表和表格。首先是表格1，标题是黄金在9月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势头延续至10月份。这张表格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黄金以不同国家货币计价的表现，这对全球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元计价，黄金年内回报是 46.6%， 但是如果你在土耳其用里拉来衡量，黄金的回报率是惊人的 72.5%， 这完美的诠释了黄金作为对冲本国货币贬值的工具所具有的强大的力量。表格下方是2张对比鲜明的图表，左边图表2，标题是黄金可能在战术上超买。这张图有2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柱状图，显示了投资需求和央行购买的情况，另外一个是绿色的线，显示了黄金价格相对于其200日移动平均线的偏离程度。对于新手朋友来说，200日均线可以理解为黄金的长期趋势线，目前这条绿线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这意味着金价在短期内上涨太快太猛，可能存在回调的风险，这就是报告中所说的战术上超买。但是请看右边的图表3，标题是从战略上看仍被低配，这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这张图表告诉我们，尽管短期看起来很火热，但从长远来看，黄金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配置比例依然很低。紫色的线代表私人投资者持有黄金占全球资产的份额，你可以看到这个比例远低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高峰。蓝色的线是各国央行黄金储备的比例。这张图表的核心观点就是，从长期战略配置的角度，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各国的央行，都还有很大的空间来增持黄金。我们来到第3页，这一页主要探讨的是黄金在股市下跌的时候的表现，也就是避险属性。首先看图表4，标题是当标普500指数从历史高点下跌 10% 时，黄金的回报。这张图表回顾了从1973年至今历次美股大跌时黄金的表现。
每一根柱子代表了一次股市的回调。我们可以看到有绿色的正回报，也有棕色的负回报，但关键在于图表右侧的统计数据。在这些股市危机中，黄金的平均回报是为正的 3.4%， 并且在 60% 的情况下都录得正收益，这为黄金是危机中避风港这一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那么在股市下跌时，什么因素对金价影响最大呢？下面的图表5揭示了答案。这张图表的标题是在股市抛售中，美元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3点图，横轴美元指数在股市下跌期间的表现，纵轴是黄金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条从左上到右下的趋势线，这意味着当股市下跌时，如果美元也走弱，那么黄金往往会大涨。反之，如果美元走强，黄金的表现就会受到压制。结论非常明确，在市场动荡的时候，美元的走向是影响黄金表现的最关键的因素。右边的图表6进一步分析了美元的现状，标题是美元净多头头寸以及价格与200日均线的对比。这张图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黄金超买图类似，但这次的主角是美元。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区域显示是美元价格远低于其200日移动平均线，这表明美元目前处于战术上超卖的状态，这对于黄金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信号。因为如果极度超卖的美元出现反弹，根据图表5的结论，它很可能会对金价构成压力。报告的最后一页，第4页是一张非常详尽的表格2，这张表格是为那些喜欢深究数据的朋友准备的。它列出了图表4中每一次股市回调的详细数据，包括初始条件，比如危机开始时利率和美元处在什么水平，和同期变化，比如危机期间这些因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你不需要记住这些所有的数字，但这张图是世界黄金协会得出美元是关键这一结论的原始证据。比如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2月那一次闪电崩盘当中，标普500下跌了 12%， 黄金上涨了 3%， 当时美元指数基本没变，这帮助黄金发挥了避险作用。想实时掌握黄金白银的最新交易信号和市场动向，欢迎前往描述栏或置顶的第一条留言，加入我们的好投资官方社群，一起来把握这一次的行情脉动。好了，以上就是对整个黄金市场的宏观分析。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第2份报告，黄金 ETF 评论。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是普通投资者参与黄金市场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所以这份报告的数据同样至关重要。我们来看报告的第1页，标题就非常震撼，西方世界势不可挡，第3季度创下纪录。报告的开篇就指出，全球黄金 ETF 在9月份录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资金流入，这也造就了历史上最强劲的季度表现。请看第1页的图表1，标题是西方资金流入势如破竹，造就了史上最强的季度。这张柱状图显示了每月流入或者流出的黄金 ETF 的资金量，并且按照地区进行了划分，深蓝色代表北美，浅蓝色代表欧洲。你可以清晰的看到最近几个月，尤其是在9月份，这2根柱子变得异常巨大，这表明近期金价的飙升主要是由北美和欧洲的投资者疯狂涌入黄金 ETF 所推动的。图中的橙色曲线是金价，它和资金流入的趋势高度相关，资金涌入，价格随之起飞。翻到第2页，我们就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股资金流入的规模。看左上方图表2，标题是全球资金流入正迈向一个创纪录的一年。这条粗粗的蓝色曲线代表2025年到目前为止的累计资金流入。报告将其与2020和2016年这2个黄金大牛市的年份进行对比，结果一目了然，2025年的资金流入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达到640亿美元。朝着史上最强 ETF 年的目标前进。下方的表格1则提供了更详细的数字，它按照地区列出了9月份、第3季度以及年初至今的资金流、持仓量等数据。比如我们可以精确地看到，北美市场在9月份流入了106亿美元，
对应买入 89.4 吨黄金。欧洲市场也流入了44亿美元。这张表格为我们提供了图表背后精确的数据。第3页的图表3非常有趣，它展示了市场的活跃度，标题是黄金交易量飙升，创下2025年第2强劲的月份。这张图表显示的不是投资金额，而是每天的黄金交易量。对于新手朋友来说，这反映了市场的人气。柱状图分成3个部分，灰色的 OTC 市场主要是大型机构之间的交易，蓝色交易所市场比如期货市场和绿色 ETF 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在9月份所有类别的交易量都出现了巨大的增幅。报告指出，日均交易额飙升至3880亿美元。如果你也在想这种放量的行情中更快的捕捉机会的话，现在就到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加入好投资的官方社群，获取我们黄金与白银的交易信号。3880亿美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它告诉我们，这一波金价上涨不是悄无声息的，而是在极高的换手率和市场参与度下完成的，是一幅名副其实的放量上涨。最后我们来看这份 ETF 报告的第4页，这里面的数据更加细化。首先是表格2，它按照国家列出了 ETF 的资金流情况。毫不意外，美国排在第1位，9月份流入超过100亿美元。但我们也能看到，英国、瑞士、德国，甚至印度和日本都有显著的资金流入。这说明当前对于黄金 ETF 的需求是全球性的，非常广泛。最下面的表格3，这是最具体的一张表，它列出了9月份资金流入最多和流出最多的单个 ETF 的产品。在流入前10的榜单上，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 GLD， 一个月就吸纳了42亿美元。它的主要竞争对手 iShare 的 IAU 也流入了将近30亿美元。而在流出后10的榜单上，我们看到一些规模较小的，主要在亚洲市场的 ETF 出现了少量的资金流出，这表明绝大部分新增的资金都涌入了那些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旗舰黄金 ETF 的产品。我们已经把世界黄金协会这2份重磅报告从头到尾详细的解读了一遍，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关键的信息。第一，黄金正处于一轮由政治风险、美元疲软和巨量投资需求共同推动的强劲牛市中，价格屡创历史新高。第二，从技术分析上，黄金短期内确实存在超买的迹象，可能面临回调的压力。但从长期战略配置的角度来看，全球投资者对黄金的持有比例依然偏低，仍有增长的空间。第三，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元，美元目前处于超卖的状态，一旦出现强力反弹，可能会对金价造成短期冲击。第四，这一轮上涨的参与者非常广泛，以 ETF 为代表的投资需求正在打破历史记录，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这不仅仅央行在买，全球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都在积极入场。那么这一切对于我们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数据揭示了一个强大而且基础广泛的牛市行情。然而报告也明确指出了短期的风险，这正是报告标题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是坚守阵地，是获利了结，还是加倍下注？这取决于你自己的投资策略和风险偏好。如果你希望在接下来的行情中获得更清晰的交易方向，记得查看描述栏或者置顶的留言，加入好投资的官方社群，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实战交易信号。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解读对你有帮助，请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